所有人都说妻子是万里挑一的贤妻良母，总是牺牲自己，给我和儿子更好的生活。可当儿子被医院下发3次病危通知书，最后医治无效，宣布死亡时，妻子却谎称自己在国外谈生意，把白月光一家子都接到了我们的婚房吃团圆饭。我抱着儿子的骨灰盒，想要质问妻子为何撒谎，他却反手将我的行李扔出家门，冷冷道：“家里今天来客人了，房间不够，你出去住几天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文石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又从哪里捡的什么破烂回来？今天家里来客人了，房间不够，你出去住几天吧。妻子江竹音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语气冰冷，还不等我开口，便将我的行李箱一并扔了出来。大门轰的一声关上了，我抱着儿子的骨灰盒，孤零零地站在漆黑的楼道里，听着屋内的欢声笑语，一时心如刀绞。几个小时前，患病多年的儿子终究没能挺过病痛的折磨，永远离开了我。江竹音说要到国外谈合作，手机连续关机好几天，医院下发了3次病危通知书。儿子忍耐着浑身疼痛，吊着气想见江竹音最后一面，一直到儿子咽气时，我都没能联系上他。可就在刚刚，我打开房门的刹那，却看到远在国外的江竹音出现在了家里，而他的身边还围绕着白月光初恋季雨白的一大家子人，正和和美美地坐在餐桌前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吃着团圆饭。我站在门口的瞬间，刚刚还有说有笑的几个人瞬间冷下脸，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，而我只是个不速之客。我怒火中烧，想要质问江竹音为什么撒谎，也想告诉他儿子的死讯，可他刚刚却说我手里拿的东西是垃圾，但凡他仔细看一眼，都能辨认出那是骨灰盒，上面还贴着儿子的遗照。我从痛苦的回忆里抽出思绪，一墙之隔，依稀还能听到里面的谈话声。季雨白的母亲说：“小江啊，多亏了你，我儿子雨白才能从上一段失败的婚姻里走出来。你这孩子真是好心，还特地将我们一大家子从国外接回来，做饭给我们吃。只可惜呀，雨白福薄，没能最终跟你走到一块。他那个前妻不像你能干又顾家。”江竹音哀叹了一声，回答说：“阿姨，是我和雨白没有缘分。我以为当年和雨白分手后，他能找到更好的，可谁知竟是遇人不淑。不过阿姨您放心，以后你跟叔叔就和我的亲爸妈一样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”为了讨季雨白父母的欢心，江竹音声音甜甜的，什么夸赞的话都往外说，跟刚刚对我的冷漠截然不同。江竹音置儿子的死活于不顾，还把我赶出家门，只为了安慰离婚的季雨白，让他们一家人住得舒心。所有人都说江竹音是万里挑一的贤妻良母，挑起生活的重担，在职场上叱咤风云，总是牺牲自己，给我和儿子更好的生活。可没人知道，我在背后的付出从来不比他少，而我和儿子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，反而是季雨白，只要一个电话，江竹音便会放下手中的一切，赶去他身边，为他分忧解难。现在想想，我和江竹音这段貌合神离的婚姻，或许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如今儿子也没有了，我受够了，不想再忍让，也不想再爱江竹音了。我拖着行李箱，抱着儿子的骨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直到次日下午，江竹音才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依旧冰冷：“喂，文石，
雨白的爸妈提前回去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。江竹音说完，便直接挂了电话。这些年，他总是这样，一直以通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，将我当奴才使唤，从不会耐心听听我的诉求。不过也对，我苦涩地笑了一下。毕竟江竹音的耐心只对季雨白一个人，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。现在距离儿子骨灰下葬还有2个小时，儿子生前最喜欢的玩具熊还在家里。我准备回去一趟拿玩具，也正好跟江竹音做个了断。再次推开家门，江竹音坐在沙发上，桌子上的残羹冷炙还没有收拾。看到我进来，江竹音也只是懒懒地说道：“你回来太晚了，没准备你的饭，自己把剩的热热吃吧。”若是从前，他这样冷漠地对我，我肯定会难过的心痛不已。但这一刻，我竟然心底平静得像湖水，一点都不生气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心死吧。我走到江竹音面前，扔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淡淡道：“我不是回来吃饭的，我是来跟你离婚的。”江竹音看着面前的离婚协议书，不悦地皱了下眉。他一开口，语气里全是不耐烦：“文石，你幼不幼稚？我现在可没空陪你玩什么过家家。雨白和他前妻离婚了，得亏我给他做辩护律师，才起诉成功。他最近心情不太好，父母年纪也大了，这段时间为了雨白，我腿都快跑断了，忙得焦头烂额。”我愤恨地握紧了拳头。我的儿子已经死了。自始至终，江竹音没有关心过儿子一句，都在说季雨白怎样的不容易。我把离婚协议书往江竹音面前推了推，催促道：“那不正好，他离婚了，你又有机会了，签了吧。签完，你和季雨白直接去领结婚证。”文石，你有病吧？啪的一声，江竹音往我脸上甩了一巴掌。以前虽然我们也会争吵，但江竹音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她反应过来后，自己也有些慌张，微微抬手，像是想要摸我的脸，可那只手终究是没有伸过来，连同她刚刚眼中闪过的一丝慌张也消失殆尽。江竹音看着我，傲娇地说道：“文石，你别闹了，我真的已经够累了。咱儿子乐乐不是吵闹着说想去游乐场吗？我这周末带你们去就是了。”江竹音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像是施舍一般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含泪怒吼道：“够了，江竹音，你不配提乐乐。乐乐他已经……”谁料我话还未说完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，季雨白轻车熟路地走了进来，还向我打了声招呼，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文石哥，这要巧，你也在啊。我外套落在茵茵的卧室里了，过来拿一下。我看着江竹音，不禁嘲讽地说道：“江竹音，难怪你昨天要把我赶出家门，原来是怕我坏了你们的好事啊。”江竹音双手交叉在臂弯处，没有丝毫的羞愧，秉持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文石，我和雨白做什么用得着你管？懒得跟你说，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季雨白拿上外套，上面还沾着江竹音身上的香水味，故意在我面前晃悠，还委屈巴巴地解释道：“文石哥，你真误会了，昨天偏我给我爸妈住了，没多余房间，所以我才……”我不屑地直接打断了他：“你不用解释，你们就算躺一张床上也跟我没关系，离婚协议记得签字就行。”说完，我便走到了乐乐的房间，想把玩具熊带走。这个玩具熊当初是我和儿子一起缝制的，一针一线都是我们的回忆，儿子每次入睡都会抱着。现在我想让这个玩具代替我去陪陪远在天国的儿子，可我翻遍了整个房间都没有找到。我越来越焦急，从房间里跑出来质问道：“
乐乐房间里的玩具熊呢？江竹音毫不在意。什么玩具熊？倒是季雨白哦了一声，做作地说道：“那个呀，我看太旧了，就给扔了。我今天去医院看过乐乐了，给他带了模型汽车做礼物，他说很喜欢呢。”季雨白话音刚落，我胸中便涌起一股怒火，愤怒要把我烧了个干净。乐乐已经死了，他还想拿乐乐做消遣，来讨好江竹音，太恶心，也太卑劣了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直接往季雨白的脸上招呼了一拳。季雨白，你还是人吗？季雨白假装害怕，脚步虚浮地往后退了2步，他捂住脸，凄凄爱爱的，好像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。文石哥，你打我做什么？难道我给乐乐送个礼物还有错吗？我刚想开口揭露季雨白的虚伪面目，江竹音便一把推开了我，心疼地扶住季雨白，指责我道：“文石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连个新玩具都舍不得给孩子买，还不如雨白一个外人关心乐乐，自己没尽到父亲的责任。你有什么资格打雨白？”江竹音的智障发言让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但凡江竹音去医院看一眼，季雨白的谎言便能不攻自破。我都替儿子感到不值，临死前都惦念着的好妈妈，只因别人的只言片语便颠倒黑白。见我没有说话，江竹音更加不依不饶起来。文石，让你照顾乐乐，你却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从现在起，我要亲自教育儿子。我把牙齿咬得咯吱作响，所有的情绪终于在此刻爆发。我冲着江竹音嘶声力竭地大吼道：“江竹音，你和季雨白一样，都是混蛋，你知不知道？乐乐他已经死了呀！”江竹音闻言明显愣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怎么会？”季雨白的眼中也闪过一丝心虚，但在江竹音看向他的那一刻，季雨白故作惊讶，却一口咬定道：“2个小时前我刚见过乐乐呀，怎么会走得这么突然？”江竹音眉头一皱，立马从季雨白的暗示里反应过来，指着我大骂道：“文石，你也太恶毒了！为了针对雨白，竟然不惜诅咒乐乐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我要跟你离婚，你记住，这是你自己做错事的代价。我可不会纵容你！”江竹音赌气般的大手一挥，签好了字，将离婚协议书甩到我脸上。季雨白轻飘飘的一句话，便让江竹音深信不疑。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似乎是觉得光是辱骂我还不够，他一把拉过季雨白，亲到他脸上说：“雨白，你爸妈不是一直觉得当初我们分手很可惜吗？不如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吧，以后我会让乐乐孝敬你的。”季雨白激动地握住了江竹音的手，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道：“音音，我也一直忘不了你。”可是我无所谓地摆了摆手，大度地祝福道：“恭喜你们2个破镜重圆，我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”刚刚还笑嘻嘻的江竹音瞬间敛起了笑容，他死死地瞪着我，像是在质疑我说这句话的真实性。江竹音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可我却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去。我攥紧手中的离婚协议书，6年的失败婚姻，我终于自由了。我看一眼时间，准备带着乐乐的骨灰直接前往墓园安葬。可我还没走到门口，江竹音便上前2步，狠抓了我的手腕，不依不饶道：“文石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我们现在是离婚了，但乐乐抚养权的事还没说呢。我不管你把乐乐藏在哪里了，现在必须把他带到我身边来。”江竹音的脾气我知道，骄纵惯了，显然是没打算放我离开。我咬牙，呼出一口气，几乎是咬着每一个字在说话。行，我让你见儿子，他就在楼下，在我车上。原本打算跟江竹音提完离婚，
也差不多到乐乐的安葬时间了，我便带上了乐乐的骨灰，放到了车上。我下了一趟楼，抱着儿子的骨灰盒，再次站到江竹音面前，面无表情地陈述道：“江竹音，儿子，我给你带来了。”江竹音看着我手里的骨灰盒，上面还贴着儿子的遗照，他突然退后了2步，惊吓地大叫一声：“啊！文石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为了和我争儿子的抚养权，竟然做出这么恶毒的事！”季雨白连忙扶住江竹音，一副要训导我的样子：“文石哥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，茵茵都被你吓到了。我亲眼看见乐乐明明活蹦乱跳的，你为什么要？”我把骨灰盒护在怀里，死死瞪着季雨白：“季雨白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撒这种谎是要折阳寿的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我的话像是触碰到了江竹音的逆鳞一般，他勃然大怒道：“文石，你真是长本事了！诅咒儿子不成，竟然还连带着雨白一起骂！有你这样的爸爸，儿子早就跟着一起学坏了。”我心里忽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江竹音已经撸起了袖子：“雨白，你把文石控制住！”季雨白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，立马按照江竹音的要求上前将我摁住。江竹音走到我面前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骨灰盒：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我惊恐地望着江竹音，可任凭我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“行，骨灰是吧？文石，既然你还要装下去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挫骨扬灰。”江竹音得意一笑，举起儿子的骨灰盒，往地上狠狠砸去。“江竹音，不要！”我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声音，可一切都已经晚了，来不及了。骨灰盒重重地砸落到地上，顷刻间碎成了2半，里面的骨灰全都洒了出来。我用尽浑身力气，终于挣脱开了季雨白。我失魂落魄地扑过去，跪到地上，跪在儿子的骨灰面前，眼中又酸又涩，脸上划过一丝温凉。我目眦欲裂地看着江竹音和季雨白，嘶声力竭地痛呼道：“江竹音，季雨白，你们不得好死，全都要下地狱！”江竹音看着我，有些愣神，似乎像是被我这个样子给吓到了，因为我一直情绪稳定，很少在他面前失态。江竹音后退一步，语气软下几分，喃喃道：“文石，你哭什么？不就是一盒面粉吗？”我拿手背擦了擦脸，才发现自己已经痛苦的泪流满面了。见我没有说话，江竹音瘪了瘪嘴，摆着手说：“行了，文石，别演了，大不了儿子先在你那待2天，我过几天再去接他。”在江竹音看来，这已经算是在给我台阶下了。我没有理会他，找来工具，尽力挽救儿子的骨灰。季雨白站在一边，妥协般地说道：“罢了，茵茵，估计是文石哥不太待见我。本来我今天过来，是我爸妈想请你去家里吃个饭的，以感谢你昨天的款待。不过看现在的情况，你还是和文石哥好好聊聊吧。我就先走了。”季雨白说着，便假惺惺地往门口走了2步。江竹音见他受了委屈，立马心疼地走过去，挽住了季雨白的胳膊，娇嗔道：“雨白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都是文石的错。我去你家看看叔叔阿姨，省得某人在这净给我找晦气。”季雨白故作亲昵地揽住江竹音的腰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可我从头至尾连一个眼神都没有施舍给他们。江竹音快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特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她紧抿着唇，眼底似乎有化不开的忧伤，说出来的话语却依旧像刀子一样扎人。“文石，你该不会是想赖在这里不走吧？我告诉我回来前，你必须把这里打扫干净，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。我已经收集好了儿子的骨灰，
有气无力地站起来，撞开了挡在门口的江竹音和季雨白，滚开！身后是江竹音愤怒的声音：“文石，你！”突然间，我感觉大脑一片昏沉，眼前也跟着一黑，竟毫无预兆地倒在了地上，直接晕厥了过去。迷迷糊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床上了，竟然还看到江竹音正坐在床边打瞌睡。我想到坐起来，动静惊动了江竹音，看见我醒来，江竹音难得关切地问我：“文石，你终于醒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我黑着脸，嫌弃地说道：“你给我滚！我不想看见你。”江竹音却撅着个小嘴，不乐意地说道：“文石，你装什么？明明就是在乎我，在乎的要死。你都因为我要去雨白家，气晕过去了。我不走，我可是守了你一个晚上呢，你还没给我低头认错呢。”江竹音还真是自恋，我明明是因为不眠不休处理儿子的后事，累晕过去的。等等，儿子！江竹音刚刚说已经过了一个晚上了，反应过来后，我大叫一声不好，我连忙掀开被子，焦急地说道：“完了，安排儿子下葬的时间已经错过了，我得赶快去墓园找负责人。”江竹音一把将我按回床上，反而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好了，别演戏了，知道你脸皮薄，我不要你道歉了，还不行吗？我刚刚跟雨白那样是为了气你，好让你学乖。儿子不是也在这家医院治疗吗？我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主治医生，让乐乐过来看你。”不等我开口，江竹音已经一个电话打了过去。“刘医生吗？麻烦你把我儿子乐乐带到401号病房来，我现在要见他。”对面的刘医生明显是迟疑了片刻，才开口道：“乐乐，江女士，您儿子前天晚上6点就已经离世了呀，还是文先生亲自处理的后事，他没告诉你吗？”“刘医生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”江竹音愣在原地，完全傻眼了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我没胡说呀，前天文先生还给你打了好多通电话呢，可你都没接，我当时看着都着急。”他拿着手机的手垂在身侧，主治医生还在说话，可江竹音却一句也听不进去了。他目光空洞地盯着病房的一角，双目无神，眼睛都好像没法聚焦了。良久，江竹音才想起来挂掉手机，他颤抖着声音问我：“文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我偏开脸去，不想看他一眼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只是你自己不相信罢了。”江竹音摇着头，执着地说道：“不可能，这不可能的。明明雨白说昨天还见过乐乐。”我被气笑了，不禁质问道：“好歹你自己也是学法律的，也知道要看证据，你是多喜欢季雨白，才会这样是非不分？我的话不信就算了，连医生的话都不信了吗？竟然还说我和乐乐合起伙来骗你。乐乐是个怎样的孩子，你不清楚吗？他从来不会说谎。”江竹音皱起眉，坚持认为，可是雨白不可能骗我的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而且我上次见到乐乐，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就没了呢？我冷笑，再次质问道：“江竹音，你还记得上次来医院是什么时候吗？”江竹音语塞，我替他说道：“是3个月前。”我掏出3张病危通知书，甩到江竹音面前，怒火中烧：“你是学法律的，是不是造假？应该能看出来吧？”江竹音拿着病危通知书，手都在颤抖。明明是薄薄的几张纸，可他却像拿着千斤重的东西。江竹音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，宛如刚识字的孩童一样。他喃喃说道：“竟然是真的。”江竹音看着我，还在为自己辩解：“文石，我是有疏忽，可是我工作太忙，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。
我几乎咬碎牙龈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行，下发病危通知书的时候，你说你忙，我认了。江竹音，请问前天晚上6点的时候，你又在干什么？”江竹音红着眼睛，回答不上来了。我替他回答：“你在陪季雨白的父母，和他们一家团圆。以前乐乐说想吃你亲手做的饭，可你是怎么说的？说自己从来没下过厨房，哪里会做饭？结果却上赶着给季雨白一家子做饭，赶着给别人做好儿媳妇，卖力讨好，所以才连儿子都不顾。”江竹音哭了，呜呜咽咽地说道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文石，我求你，求你别再说了。”江竹音双手捂住耳朵，面露痛苦之色。若是从前，我可能已经心疼地把他搂在怀里哄了，从舍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。可儿子死得那么可怜，我唯一的希望也熄灭了。儿子的死和江竹音关系重大，他一点也不无辜。现在他越是不想听，我越是想刺激他。我继续控诉道：“江竹音，前天晚上我给你打了几10通电话，你说你在国外谈生意，儿子吊着最后一口气，临死前都在叫妈妈，问我为什么妈妈还没有过来。他浑身瘦得皮包骨，那么一点大的人，他该有多疼啊！他就那么撑着，一直盯着病房门口看，直到合眼都没看到你的人影。死的是你儿子啊，江竹音！乐乐是活生生的人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不，你根本就没有心。”江竹音的泪水滑落到下巴，眼睛已经哭红了。文石，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他向我靠近一些，想要抓住我的手，却被我一把打开。我冷冷地讽刺道：“你当然没想到，毕竟乐乐死的时候，你正忙着对季雨白的爸妈嘘寒问暖，尽孝心呢。我站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。你说他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儿子哪里有你的季雨白重要啊？”江竹音慌乱地摆了摆手，连忙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”我苦涩地笑了一声，冷嗤道：“前天你把我关在门外，我抱着儿子的骨灰盒，还记得你说了什么吗？你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垃圾，你还亲手打翻了儿子的骨灰，扬言要把儿子挫骨扬灰。儿子生前不曾得到你一丝一毫的关心，死了还要被你这样辱骂糟践。”江竹音红着眼，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，对我说道：“文石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”我深吸了一口，从失去儿子的悲痛情绪中慢慢稳定下来，才说道：“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你对不起的是儿子，何况现在儿子已经离开了，你就算以死谢罪，也于事无补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走吧。”江竹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解释说：“文石，我做那些都是为了气你，我从来没想过真的要跟你离婚。而且乐乐不是也说过吗？他一直希望我们一家团团圆圆。”无论江竹音说什么，现在在我听来都是废话。我嫌恶地说道：“你不是已经和季雨白复合了吗？你和他们一家团团圆圆去吧，我跟儿子都不稀罕。”江竹音的双手不自觉地攥紧，像是试探一样地问道：“文石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怎样才肯原谅我？”我缓缓输出一口气，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：“想我原谅你也行，除非你把乐乐还给我。”江竹音又锲而不舍地向我靠近了一些，言辞诚恳地说道：“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离开我还能去哪里呀？文石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但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，只要你愿意。”江竹音还没说完，我胃里便泛起一阵恶心。他还是这样看不起我，觉得我一无是处，只有依附他才能生存。可他忘了，我曾经也是名震一时的知名服装设计师，
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，也为了完成江竹音的律师梦，我放弃了所有，将自己挣到的钱都交到江竹音手里，默默无闻地挑起家庭的重担。我从工作室辞职的那天，江竹音也曾信誓旦旦地说我是与他共患难的人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个。后来江竹音事业蒸蒸日上，开上了律师事务所。他整日盯着电视里有关季宇白的采访。季宇白与我是同专业的，我退出设计行业后，他再无竞争对手，站在国外的领奖台上大放异彩。江竹音愈发的嫌弃我，觉得我没用，可他却从未看到我的付出。我冷冷打断了江竹音：够了，我不愿意，你也不配做母亲。你要是实在想生，就给季宇白生去吧。江竹音慌张地站起身，说：都是因为季宇白，是他撒谎，我才会错过儿子的死讯。我现在就去找他问清楚，让他来给你道歉。江竹音话音刚落，便不管不顾地冲出了病房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直到现在，江竹音还把过错归结于别人。她总是这样，高高在上惯了，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她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该有的责任。几分钟后，江竹音发来消息，让我乖乖待在病房，别乱走动。我按灭手机，没有回复她。江竹音坚持不懈地又打来电话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，并在他打来下一个电话之前，直接一连串拉黑。我办理了出院手续，走出病房，便联系上了墓园负责人，麻烦他们给儿子重新安排时间下葬。还记得儿子离开的那天，说想要那个玩具熊，我和儿子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东西，可惜被季宇白这个混蛋扔掉了。我在郊区租了个房子，买来了一些工具，将自己关在里面1天1夜。我重新做了一个玩具熊，想让他代替我陪陪儿子，让乐乐一个人走得不那么孤单。即使退出行业已经5年了，但拿着针线的时候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生疏。熟练的技巧刻在脑子里，形成了难以忘却的肌肉记忆。我往玩具熊里塞入柔软的棉花，将接缝处缝补起来。不知不觉间，仿佛觉得一个人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。我隐隐意识到自己还是喜欢服装设计这个行业，就算为了儿子，我也要振作起来。次日一早，以前的同事秋桐上门拜访，她也是我大学时期同专业的学姐。打开出租屋以后，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躲在秋桐身后。秋桐温柔地笑了笑，把小女孩拉到我面前：圆圆，快叫叔叔。圆圆羞赧地仰头望向我：叔叔好。我弯下腰，摸了摸圆圆的小脑袋，忙邀请他们进屋。圆圆好，学姐，这是你女儿吗？秋桐把圆圆抱了起来，解释说：是我女儿，今年已经6岁了。我和他爸工作都忙，交给保姆又不太放心，所以就轮流照顾圆圆。今天圆圆爸爸去外地出差去了，所以我就把圆圆也一块带过来了。内心泛起一阵悲伤与苦涩的情绪。圆圆的年龄和乐乐一样大，如果乐乐还活着的话，该有多好！只可惜乐乐远没有圆圆幸运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希望下辈子乐乐可以投胎到一个爸爸妈妈都爱他的家庭，再有一个好身体。我给秋桐倒了杯水，他有些喜悦地说道：几年前你放弃这个行业，我一直觉得可惜。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变化还挺大的，好像瘦了不少。不过还好，现在你又回来了，是和竹音商量好了吗？当初学姐秋桐是给予我帮助最多的人，我的突然离开给她带来不少压力，我一直觉得愧疚，这些年便没有联系学姐，所以秋桐并不知道我的情况。我拉开一张椅子坐下，
简单向他说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。秋桐连声抱歉：“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”我摇摇头，勉强撑起一个笑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已经在尝试着慢慢走出来了。”秋桐与我握了个手，郑重地说道：“文石，欢迎你重返服装设计行业。”几天后，我带着乐乐的骨灰来到墓园，准备重新安葬。我坐在墓碑前，陪着乐乐说了好多话。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不用回头都知道来人是江竹音。他还把季雨白一起带来了，一看见我便生气地质问道：“文石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？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”我的视线落在乐乐墓碑上的遗照上，缓缓开口道：“你找我做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没必要再有什么瓜葛。带着你的新欢快点走吧，别打扰我儿子的清静。”我始终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。江竹音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。江竹音黑着脸与季雨白拉开一段距离，解释说：“文石，上次的事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真的都是误会。雨白是为了让我去他的设计公司做法律顾问，所以想和乐乐拉近关系。他是撒谎了，但他那天是打算晚上去看乐乐的，所以不知道乐乐的情况。雨白已经知道错了，而且乐乐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。乐乐的死和雨白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迁怒无辜的人好不好？”我笑笑，都这种时候了。江竹音还在为季雨白说话，我摆摆手说：“你走吧，我不想你说话，也不想看见你。”江竹音见我笑，反而露出了害怕的神情。他执拗地说道：“文石，你要是不开心，我可以不给雨白做法律顾问，让他亲自向你道歉好不好？”季雨白假惺惺地弯腰要向我鞠躬，还难过地吸了吸鼻子：“文石哥，别说道歉了，只要你能消气，打我一顿都行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打断道：“别，我可受不起。江竹音不是说了吗？你没错，道什么歉？你没错，江竹音也没错，错的是乐乐。他不应该生了病还给他高高在上的妈妈添麻烦，错的是我，我放弃事业照顾家庭，拖你江竹音的后腿了。”江竹音红着眼睛向我走近了2步，慌乱地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文石，不是这样的。”我向后退了2步，避如蛇蝎。季雨白仍旧装着委屈的样子，想把手里买的东西往乐乐的墓碑前面放。我将那些东西悉数扔掉。脏！江竹音气急，看着我说：“文石，能不能别闹了？你到底想怎样？”我懒得多说一句话，明明一直在闹的是他自己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却在这时来了一辆警车。警察下了车，不由分说，直接将江竹音和季雨白2人押走了。通过询问，我这才知道季雨白的公司是和合伙人一起开的，而他因为挪用公款，想找人做假账，于是便找到了江竹音头上。江竹音成了公司的法律顾问，又对季雨白信任无比，只要是季雨白拿给他的文件，他看都不看一眼便签了字。季雨白被判了刑，因为江竹音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蒙骗的，所以情况没有季雨白那么严重。江竹音关了大半年后表现良好，被提前释放了出来，但他的律师事务所算是彻底吹了。江竹音现在臭名远扬，业内无人敢用他。他跑到我工作的地方，泪声俱下，跪在我面前求原谅。文石，这几个月我想了很多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吗？我爱的人是你，也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江竹音卑微地看着我，试探般的想要抓住我的手，真是可笑。曾几何时，无数个夜晚，因为乐乐的病复发，
我打电话求他回来时，也是这样的小心翼翼。我冷漠地抽回手，话语中不带丝毫的感情。江竹音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最该道歉的人是乐乐。江竹音拼命地点头，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。我昨天去墓地看过乐乐，我想弥补，可是乐乐已经离开我了。文石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剩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丢下我？算我求你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淡淡地开口道：江竹音，你发现没有，我也好，乐乐也罢，从来都不是你的最优选择。你也就是现在一无所有了，才会想起来找我。如果季雨白没出事，你现在应该已经和他结婚了吧？江竹音努力解释着，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我看不清自己的内心，但现在我摆摆手，不想再听他废话。不用解释，你的事与我无关。为此，江竹音毫不动摇地开始向我大献殷勤，每天风雨无阻给我送饭，对我嘘寒问暖，而我都视而不见。终于有一次，江竹音强硬地把饭盒塞到了我手里，恳求我道：文石，这些饭菜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就尝一口吧，哪怕一口都行。我打开饭盒的盖子，满满的红油辣子都快溢出来了。我没吃，平静地说道：江竹音，我知道你和季雨白都喜欢吃辣，几乎无辣不欢，可你知道吗？我辣椒过敏。说着，我直接当着他的面将饭盒扔进了垃圾桶里。一瞬间，江竹音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小孩，手足无措。对不起，文石，是我粗心大意了，我是不小心忘了，你不能吃辣，我给你做别的菜，总有你喜欢的。我点了点头，顺着他的话说：是啊，世界那么大，总会遇见你喜欢的，我也一样。江竹音，到底为止吧，别纠缠了，我累了，我们好聚好散，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。江竹音哭得几度哽咽，可是我忘不了你呀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没再理他，丢他一人站在那儿哭泣，独自上了楼。江竹音仍旧不肯放弃，一连堵我2个月，我真的是觉得厌烦了。刚好这一年，在学姐的帮助下，我赚了不少钱。我向身边的同事告了别，拿着手里的钱去往新城市发展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工作室。名气大增后，合作拿到手软，我经常国外国内的到处飞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江竹音没再找过我，一切又重归安宁。2年后，我设计的一款礼服拿到了全球服装设计大赛的1等奖。我站在后台，内心有喜悦，也有忐忑。7年了，我终于又重新站在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上。等着上台领奖的时候，听到后台有同业的人在议论，刚刚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女人进了颁奖现场，不知道怎么进来的。我听说是花光所有钱买的机票，到这里千里追赴来着。我只当是他们在说什么八卦。美态注意，整理好西装，准备上台。我从主办方手里接过奖杯的时候，竟然在台下的观众席看到了江竹音。江竹音脸色憔悴，手里还捧着一大束鲜花，只一眼，我便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挪开了视线。主持人把话筒递到我手中，让我发表获奖感言。我拿着话筒，温和一笑，能站在这里，我首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，没有她的付出和鼓励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。她今天也来到了现场，和我分享这份荣誉。江竹音脸上闪过一丝欣喜，抱着鲜花的手紧了紧。可就在她的身旁站起了一个人，我的现任妻子周岩。舞台上的灯光移动，聚焦落在周岩身上。周岩起身，落落大方地冲着镜头挥手致意，双眸却始终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。刹那间，
江竹音把花藏在了身后，泪流满面，黯然离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